我是首发用户，首发买第一批。工作室有你花钱买了一台哟？对，自费购买。你觉得这代超大杯里最强的是它？对，满分10分的话，我给它。我认为这代 vivo 的产品力非常强，这是肯定毫无疑问的。它现在的这个焦段，如果有厂商愿意学的话，真的可以学一下。如果 Orange OS 6再不大改的话，其实挺危险的。Hello， 大家好，我是 HYK。那上次 OPPO Find X8 Ultra 那期项目呢，感觉反响还不错。我们今天找来工作室另一位长时间用本年度另一款热度非常高的超大杯产品 vivo X200 Ultra 的小伙伴，我们来聊聊这款产品哈。这款产品肯定不是我用过时间最长的超大杯，因为我用过时间最长的超大杯，如各位所听是 OPPO Find X8 Ultra。不过你是用 X200 Ultra？ 我是首发用户，首发买第一批。工作室有你花钱买了一台哟？对，自费购买。为什么这么喜欢这款产品？因为我觉得 vivo 是我用过从系统，然后续航，还有那个拍照方面，这个用户感是最强的3个方面，我是最满意的。你觉得这代超大杯里最强的是它？对。我记得你买了小米15的 Ultra。对，小米15 Ultra 也是首发买。然后 OPPO 你也用过 ？OPPO 也用了过一段时间，但是没有深度体验过。但最后最打动你的还是 vivo。对。其实我这款产品我用的时候，我认为这代 vivo 的产品力非常强，这是肯定毫无疑问的。它的影像应该是比 OPPO 强。影像的话，其实我感觉多方面来评判吧，比如说 OPPO 的 X8U 大师模式，我觉得是从影调方面来讲是比 vivo 更好的。你看小红书上面说 X8 Ultra 都是拍一些人文的照片，然后 vivo 的那些都是拍虫子、拍长焦微距、拍演唱会的。所以我想就是从这方面来说，我想 vivo 要加强的就是在影调方面。你觉得它影调不好？对，有点糖水片。直出的那种影调是比较糖水的，因为很多用户拿手机拍照，他很多都是他不自己调，就看你直出色彩。但是 vivo 你要拍出影调的话，就要去折腾一下，就要去自定义去调一下，就效果比较好一点。我其实倒不会觉得 vivo 的影调非常糖水片，但我会有一个感受，就是这几年小米徕卡加上 OPPO 哈苏这2家在影调方面的进步，确实是要明显比 vivo 更大。就是 vivo， 我认为它也不是像之前那么的糖水片，之前的真的是太糖水了，它的 HDR 效果，包括它的饱和度、它的色彩，一眼糖水片，然后就不太适合拍人文嘛，它只合拍美女、拍演唱会，然后拍虫子，然后拍一些那个效果比较夸张的物体。糖水片主要集中在那个鲜明模式，就是默认的风格模式。蔡司自然我觉得还挺好看。我现在拍照也是用蔡司自然多一点。那个我认为拍人文还是很不错的效果。人文的话，我建议大家可以开启那个人文街拍模式相机，那个是拍出影调是特别好的。前段时间去香港拍，也是很多时候都是用那个人文街拍模式来拍，那直出的那种影调啊，我个人认为是很接近相机，也很接近的 OPPO 那个大师模式。你觉得它那个长焦怎么样？长焦我体验下来是这一代最强的。我感觉跟上一代X100 Ultra 就没太多的区别，我觉得主要还是集中在录像方面提升特别大。录像方面是的，录像方面它应该是目前安卓阵营里录像最好的。而且我觉得在日常创作这方面，我感觉从画质方面上来讲是远超过 iPhone 的。这个倒没毛病，如果仅从画质来讲，应该是这样的。如果是从专业创作来讲，那肯定还是 iPhone 更强一点，因为很多那种第三方的一些专业软件嘛，标准认证，而且现在 iPhone 也可以拍电影什么的，在录像方面 iPhone 还是最强。但是我感觉安卓跟 iPhone 录像方面的那个差距就慢慢的在缩小，无限的在缩小。我觉得 vivo 这一次采用的这个3颗摄像头的配置和以往不太一样。对，它干掉了1英寸嘛。vivo 3组这个方案有点大胆，一开始它还没发布的时候，就很多人都质疑它，你这35毫米的主摄会不会太近了？但是我日常体验下来，就是我感觉特别好用。我也赞同你这个观点，就是它现在的这个焦段，我认为如果有厂商愿意学的话，真的可以学一下，因为相当于一个大底超广角在拍视频的时候有碾压级别的优势。然后大部分人日常拍，我现在用荣耀哈，但我之前用 OPPO Find X8 Ultra 的时候，其实很多照片也是2倍，那也就是30、35毫米拍下来的，其实是1英寸裁切完以后的变焦，用一个原生的35毫米。现在很多人就是用手机摄影扫街的话很少，就默认的24毫米焦不好构图嘛，对，不好构图嘛，最真实的原因，大部分人没有那么强的构图能力。而且我现在扫街拍下来，我自己个人体验下来，我用超广角拍照的次数变多了。因为画质好吗？对，画质好，而且它的调教影调风格也好，它不会说有太大的畸变，因为它这次X200 Ultra 上面的是14毫米，刚刚好，就不会太广，就刚好接近那种传统相机的那个焦段。所以如果其他友商愿意抄的话，可以抄一下，可能唯一的弊端就是用不了1英寸了。对，可能这是唯一的弊端，因为1英寸的话，它搭配它现在这个光圈，可能整个机身厚度就没法控制了。它这个机身厚度其实已经非常夸张了。你用下来会不会觉得是个槽点？如果从外观手感来讲，因为我以前也是用过14 Ultra，
是 Ultra， 就也是3个大圆饼的那种超大杯嘛，我感觉姿势硬了，就不会特别硌手机，也不会让我产生用不下去的那种感觉。我记得我第一次看到这个产品的时候，还是被震惊到了，因为那个时候在网上，我记得是泄露出了一个很丑的图，非常夸张，对，非常夸张。那时候 vivo 是找很多博主去总部去看一下那款产品，我觉得它凸起的很精致，并没有说很廉价。不过我为什么最后还是选择用 OPPO 多一点？其实我多多少少还是会介意这么大的凸起，手感上对我来说还是有影响。而且是偏负面的影响。但我个人用下来，我觉得还可以吧，就是在凸起的也不影响我日常使用。你看这款产品啊，我用起来它有几个优点，它就是续航，我觉得比 OPPO 好。续航就每个人的个人使用习惯不一样，以我个人日常通勤上班来讲，早上出门是100%的电，下班呢回去的话就还20-30%的电。然后如果是户外用一天5G 的话，就说刷 B 站、小红书，户外用一天也不需要带充电宝。但是如果你是户外高强度全程用5G 的话，我觉得半天也坚持不下来，肯定要带个充电宝。这么短吗？但我觉得它的续航比 X8 Ultra 好。但是如果你户外高强度用一天，比如说现在广东这个30多度的天气，你还要拍照。前段时间我去香港拍照，那个发热是特别烫的，但是那种烫是从屏幕那里溢出来，都已经不是说背板了。可能我觉得，但是广东的天比较极端，可能是客观来讲，就是这种广东这种天气，很多都扛不住吧？对，都扛不住。所以说，现在的续航，其实我对它还是挺满意的。就日常使用来讲，我用过这么多的主力机来讲，它是唯一一个让我没有续航焦虑的。不过它有一点，我觉得 OPPO 今年提升是不大的，就是系统。你可能从小米换过来没感觉。对，我用 OPPO 和 ColorOS 15提升就很大嘛。我觉得它系统上面跟 Orange OS 是差别不大，也可以说没什么升级，但是在流畅性和稳定性上面，我觉得依旧是 T0水平。你觉得依旧是 T0水平？对，依旧是 T0水平，但是在一些细节上，比如说后台多任务的动画，还有那个原子岛的那个动画，是的，原子岛动画有很大的提升空间。OPPO 做的上岛，我认为是安卓经历最好的。看看 Orange OS 6会不会改吧，因为 Orange OS 4的话口碑非常好，然后5的话，我猜官方想的就是，那我4口碑这么好，然后我就稳一点，然后到6的时候再大改。因为 vivo 不有一句话吗？敢为人后。这个的话，在现在的市场环境不太敢完全认同吧。他们之前在比如说火龙时代，其实是因为这个产品思路是受到了一些好处的。最后一个话题就是，你像 X200 Ultra， 你们给它定一个性的话，在这一代超大杯里，你会给它什么样的总结？X200 Ultra 如果我个人体验下来，满分10分的话，我给它8.5分吧，还需要进步。我给 OPPO 的定义可能是这一代最均衡的超大杯，或者用起来最舒服的超大杯。那其实 vivo 我愿意给的定义是最强的超大杯，因为很多人买超大杯的想法可能和我不一样，就他想的可能是我不是买一个均衡，我买有一个超长版的一个产品。每个用户看重的需求不一样。对，而且还有就是 vivo 现在的这个影像套装也是，因为小米做了2代 ，vivo 好像是第一次做，但 vivo 做的这个质量的确是很高的，对，应该是目前最高的，目前也是在演唱会里打出口碑的这个神器了。所以说 vivo 其实是很有能力的，他们在做产品定义的时候，尤其做超大杯的时候，的确是不怂任何一个厂商的。所以接下来就希望 Orange OS 6不要加高，因为友商的进步非常强啊，而且像小米澎湃下一代也要在易用性上做大改变了。如果 Orange OS 6再不大改的话，其实挺危险的。还有一个点就是我个人比较介意的就是生态，它生态产品确实不太行，它的其他的周边比较弱，不像 OPPO 不像华为那么强。行，那今天我们的这个关于 X200 Ultra 或者关于 vivo 的一些谈话就差不多到此。然后大家伙对于这款产品啊还有什么想聊的，可以弹幕或者评论区再聊一下。如果有 X200 Ultra 的这个用户，也可以分享一下你使用这款产品的体验。那本期视频的主要内容就这么多。如果喜欢本期视频的话，请点赞、评论、推转发。我是 HK， 我们下期视频祝各位好运，拜拜。